舔狗舔了女神3年后，竟被女神反舔。站起来的爱华凑上去嗅了嗅佐成身上的体味，有汗的味道，做了很多工作呢。佐成满脸通红，他以前舔了3年都没和女神靠这么近过呀。但是他很快就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多想，女神只是自己无意识罢了。赶紧问爱华找自己有什么事，没想到对方回答，因为看见你就情不自禁跑了起来，然后反问佐成为什么不主动找自己说话。这还是放暑假以来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，佐成就把自己的暑假经历说了一下，发现爱华好像晒黑了点，想起之前小龟给他发的爱华泳装照的事情，爱华同样也想起了这件事，立刻伸手让佐成把手机交出来。争执之间，一不小心扑进了佐成的怀抱，暧昧的气氛让两人都有些情不自禁。关键时刻，小龟突然冒出来，打破了氛围。佐成和爱华立刻分开，佐成去给2个妹子买了饮料，爱华主动挪开，让他坐到自己和小龟之间，问起了他今天为什么会来学校。佐成只好告诉他们自己被老姐坑了。接着简又聊起了伊之濑的事情，之前佐成也在群里陆续说过，小龟打趣他是不是在纠缠伊之濑，爱华也笑着让他别给人添太多麻烦。这句话瞬间捅了佐成的心窝子，毕竟他就是因为觉得给爱华添了麻烦才决定远离他的。爱华看他表情不对劲，赶紧转移话题，问他还会不会来学校，另外还剩下一些撤走东西和文书之类的工作，佐成之后还会再来几次。爱华便鼓起勇气邀请佐成和小龟在参观日结束之后一起聚一聚，两人自然是欣然同意。约定参观日那天，佐成的工作一结束就集合。第2天打工的时候，佐成告诉了伊之濑这件事，让他那天一个人好好加油。很快就到了学校的参观日，下面都是准备升高中的学生，学校直接派出身为校草的学生会长出来讲话，一出场就俘获了全场女同学，而负责当向导的那些志愿者也个个都是帅哥靓女。爱华和佐佐木这组是几个女生，万万没想到其中还有替木，小女生就是比较八卦，上来就问爱华和佐佐木是什么关系。佐佐木倒是想回答是男女朋友哦，可惜爱华不给他这个机会，直接告诉未来的学妹们他们只是同班同学而已。两人开始带着小学妹们参观学校，正在讲解的时候，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喧闹声，回头一看是另一个小组，几个初中小男生围着带队学姐，问她什么时候跟男朋友亲嘴的。爱华立刻冲上去将那个女生护在身后，小学弟们一看这个学姐更可爱，当即决定一定要进这所高中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爱华直接一副女王姿态告诉他们，这个学校不需要你们这种人。来看看校花女神如何将挑事的小学弟踩在脚底。爱华对着那些人面露不屑，来这里考试的人是你们，我们只是带学生参观的，不是来讨好你们的。几句话把小学弟们说得无地自容，刚刚被欺负的女生也挺起了胸膛。爱华便又回到了自己负责的小组，果然还是小学妹比较可爱乖巧。等爱华和佐佐木带着小学妹参观完，让他们去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没想到那几个男生特意过来道歉了。其实他们也是正儿八经想考这个学校的，总归没造成什么伤害，爱华就原谅了他们，让几人好好加油。这时负责搬东西的佐成刚好从旁边路过，爱华和佐佐木刚要打招呼，就听见一旁的小学妹大喊一声佐成先生。佐成一回头看到3个人一起朝自己跑过来，爱华还带着和善的笑容，他的心中瞬间涌起了不祥的预感。得知爱华和佐佐木是这几个学妹的向导，佐成顿时慌了，又听到替木的几个好朋友一句接着一句，你就是让不善言辞的风香变得彬彬有礼的佐成，你就是让痴迷于少女漫画的风香重新回到现实的佐成，你就是让呆呆的风香变得懂常识的那个佐成。几个人还像老父亲一样把替木这个不成器的女儿托付给了佐成。替木自己也脸红着回忆和佐成一起去海边玩的事情，意识到这些话不应该当众说后，赶紧推着好朋友们离开。可刚刚那些话足以让别人误会了。佐佐木拍了拍好兄弟的肩，让他加油。等他走后，爱华直接把佐成拉到长椅上，和小龟一起对他严刑逼问。佐成只好老实交代了来龙去脉，虽然跟替木真的没什么暧昧关系，爱华却想起了上次被小龟打断的事情，让佐成把手机交出来，他要把那张泳装照删掉。佐成自然是不愿意的，他还要留着定期欣赏呢。爱华不再坚持，却又脸红着吐槽了一句，那样的话就多跟我们一起玩啊。这一次他还重复了一遍，让佐成能够听清。舔了3年的女神终于开始主动了，佐成欣喜若狂的答应下来。此时此刻他再也不想管什么远离爱华不再打扰他的决定，只想遵从自己的心意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几天后爱华竟然亲自来书店找他了，而且还刚好遇上了下大雨。伊之濑并递过来一条毛巾让他擦拭，爱华只是不想让他和佐成的距离越来越远。然而修罗场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，替木竟然也紧接着来到了书店。伊之濑知道爱
爱华和佐成的关系，赶紧把T木叫过来给他擦头发。这边爱华和佐成就起了点小争执，主要是爱华被佐成一句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给撩到了，又不肯承认自己的心动，一不小心撞到书桌摔倒，心急之下佐成赶紧拖住了他。看到这一幕的伊之濑和T木赶紧退回休息室，让他俩好好过二人世界。爱华说起了之前邀请佐成来自己家玩的事情，他是真心希望和期待佐成能过来的。3年舔狗终于熬到头了，女神冒雨过来邀请佐成来家里玩，佐成怎么可能拒绝？不过毕竟是第一次去女神家，为了避免尴尬，佐成特意叫上了小龟，站在门口做了好久的心理准备，都不敢按门铃。小龟简直没眼看，直接自己按了。开门的是身穿长服的爱华，漂亮到让佐成瞬间失语，然后跟着小龟一起进了爱华的家里。妹妹艾丽好奇的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大哥哥，小龟就自来熟的介绍两人认识。没想到艾丽还挺喜欢佐成的，迫不及待就开始骑大马，佐成只能任劳任怨的驮着妹妹前进。其实艾丽平时不这样的，爱华和小龟也很惊讶，她竟然这么黏佐成，可能是知道只会来姐夫吧。休息的时候几个人闲聊，佐成突然幻想起了爱华小时候，会不会也像艾丽这么活泼好动呢？看到他笑得一脸猥琐，爱华问他在想什么，佐成当然不好意思承认。被艾丽蹂躏了一整天之后，姐妹俩的妈妈终于回来了，听说这个男生就是被女儿提起过的佐成，妈妈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正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爱华就赶紧推着小龟和佐成送客。和妈妈艾丽告别后，爱华送两人回去。佐成真的很好奇爱华平时跟妈妈说自己什么，小龟听到这个话题立刻识趣的绕路回家。现在又成了佐成和爱华单独相处的时间，两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园。自从佐成不纠缠自己了，爱华这段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开心，能像普通同学一样跟大家一起出去玩，过最正常的校园生活。但实际上他上初中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。爱华忍不住和佐成倾诉了起来，原来那时候他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，妈妈经常愁到半夜，爱华只能尽自己所能的帮助照顾妹妹。考现在这所高中也是因为成绩好，有学费减免。佐成听完之后更加自责了，那个时候爱华那么忙，自己还纠缠他，可太不是个东西了。当时爱华自己也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看来，或许正是因为佐成一直在纠缠他，才让他一直在其他同学面前刷存在感，不然他的处境肯定又和初中的时候一样了。爱华不希望佐成一直自责之前的事情，毕竟他也有任性的地方，而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佐成远离自己。说到这里，爱华鼓起勇气说出了原因，因为你是我的容身之处啊。话音刚落，天边突然绽放起了一束又一束的烟花，爱华吓得瞬间躲到了佐成的怀里，并且告诉他自己很害怕吵闹的声音。这种好机会，佐成竟然没 A 上去，搞得已经前进好几步的爱华也没有勇气继续向前了，眼角含泪的让佐成以后还要找自己说话。那一瞬间，佐成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烟花。回去的路上，佐成的手试探性的伸了过去，却又立刻缩了回来。爱华注意到后，又鼓起勇气握住了佐成的小手指，而佐成也终于回握住了爱华的手。明明是爱华送佐成回家，最终却变成了佐成送爱华回家。两个人手拉手走了一路，在爱华家门口分别。几天后就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了，一大早佐成就在门口看到了爱华，爱华主动上前帮他整理系歪的领带，然后两人并肩往学校里走去，又突然忍不住相视一笑。新学期他们的关系也会变成什么样呢？